这里是公园的南门。从南门进来，面对着的就是圆丘。圆丘其实是天坛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，也是皇帝祭天的地方。这个是灯杆，和祈年殿的高度是一样的。圆丘有2道墙，外面是方的，里面的墙是圆的。圆丘是每年的冬至皇帝祭天大典的场所，也叫祭天台。人们知道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，而祭天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圆丘，所以并不是在另一个更知名的建筑祈年殿里，那里是祈谷的地方。现在看到的这个圆丘台是3层，都是汉白玉雕铸的。其实在明朝最早建成的时候，这里都是蓝色琉璃的。整个圆丘台的建筑跟9有关，台阶是9和9的倍数，而3层的汉白玉栏杆也都是9的倍数，第1层72，第2层108，第3层180。圆丘台最上层的中心有一块圆的石头，叫天心石。据说站在天心石上高呼，回音很大，好像一呼百应。皇帝的祈天仪式是非常隆重而严谨的。北面看到的是黄琼宇，这里还能看到北京 CBD 的高楼。走下圆丘台，到黄琼宇看看。这2个地方基本挨着。黄琼宇是供奉圆丘坛祭祀神位的场所，最早建于明朝的嘉靖，但是更多的人把这里叫做回音壁，因为黄琼宇的围墙具有传声的功效，回声很大。这个黄琼宇的殿高是将近20米，可以上去参观的。里面有8根大柱子，这是里面安放的东西。回音壁里面还有东西2个偏殿。这个围墙就是著名的回音壁，现在被铁栏杆保护了。据说站在东配殿后面的墙根说一句话，西配殿墙根那就能听见。黄琼宇的北面是承真门，透过承真门就可以看到祈年殿了。这是连接圆丘和祈年殿的一条。
离开天坛的中轴线，我们往西门那边走一走。如果不是前2天提前到来的一场大雪，天坛公园应该还是秋意盎然。公园里有很多不怕人的松鼠，还残留着一些秋色。天坛公园的西门很漂亮，这里的林荫大道还有春天的花儿都特别美。看看满地的落叶，就晚来了2天，否则这里非常美。前面是天坛公园著名的翟宫，翟宫也被称为小紫禁城。每年祭天的时候，皇帝都要提前3天来这里，在这里斋戒。因为远离紫禁城，这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这个小小的翟宫竟然有2道河沟保护。翟宫里有个钟楼，这是乾隆的钟。这里面本来没有钟楼，是后来从别的地方转过来的。翟宫里最大的建筑是这个无梁殿，就是没有大梁的。这里面摆放的仍然是原始的家具，包括座椅、屏风。每次皇帝来天坛祭天祈谷的时候，都要在这个翟宫里住几天。无量殿的后面就是皇帝的住所，还有2间小阿哥住的房间。这个就是皇帝的庆宫，因为基本都是冬天来，所以这里是可以取暖的。门口还有大水缸。这个翟宫是免费参观的。可能大部分游客都不知道这里有个翟宫，所以这里游客很少。这个翟宫离西门更近一些。其实本来之前是想来天坛赏秋的，因为天坛也是有很棒的枫叶和银杏树的。但非常遗憾，一场大雪把天坛的秋色打没了。在天坛的西北角有一片不错的园林，尤其春天非常美。这是双龙亭，很漂亮的一个亭子。地上还有一点冰雪没有消融。这片角落很少有游客过来，我们去北门看看那里的银杏大道。这是从北门进来的地方。几天前这里的银杏树非常漂亮，而现在叶子都掉光了，树上只剩下银杏果了。你知道银杏果是什么味道吗？看看满地的银杏叶。
现在往东门的方向走，在祈年殿的东边有一个北神厨，也是做祭祀仪式的厨房。现在里面是文物展。这是公园的长廊，在这边的草地上还有七星石，不过并不是陨石。这个长廊平时有很多老年人在这里晒太阳、聚会聊天。长廊的尽头通着宰牲亭，也就是屠宰牲畜后，沿着长廊送到厨房，再送到祭天场所，可以防风雨。这组建筑就是宰牲亭，顾名思义，屠宰牲畜的。在亭子里屠宰后，放到屋里去清洗。现在里面有一些文物展，基本上目前开放的天坛公园里的建筑都转了一遍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周一祈年殿这些主要建筑是休息不开放的。今天的天坛公园就逛到这里。